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嫔妃，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在她生前的所有照片中，你会发现一个共通点，都是满身的珠光宝气。慈禧是著名的珠宝狂人，她最爱的宝石是珍珠，她还为自己设计过一款珍珠披肩，3500颗颜色和形状都完美的珍珠。而且后来《延禧攻略》中，服装组还为高贵妃也设计了一个同款，为了暗示她在后宫中的地位。慈禧一辈子收藏了无数的珠宝首饰和奢侈品，到1908年她去世时，价值120万两白银的珠宝首饰都跟着她一起陪葬了。本片我们就来做一个东西方皇室珠宝的大 PK。曾经只有皇室才有财力去定制珠宝，所以皇室的品味也代表了珠宝在工艺和设计上的上限。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支视频，里面讲述了一段连接东西方珠宝审美的故事。Because the Maharaja of Patiala is a very tall guy. He's about 2 meters high. He has a beard, mustache. 1928年8月的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的印度帮主带着他的40多名随从以及几个巨大的箱子走进了方登广场26号。当他在巴黎珠宝商路易布殊面前把这些箱子打开时，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巨大颗的祖母绿、红宝石、钻石、珍珠。路易布殊当场惊呆了。当然，惊呆的不只是他，还有整个巴黎珠宝界，因为这据说是欧洲珠宝界当时收到的最大的一笔订单。方登广场也因此成了珠宝商的福地，至今它都还是欧洲最重要的珠宝世家的聚集地。而这个著名订单发生的地方，现在依旧是 Boucheron 宝石龙之家的所在地。18年 ，Boucheron 还花巨资做了一次超大规模的翻新，修复了大量的文物，据说效果就是想让你走进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就有一种穿越回历史中的感觉。最终 Boucheron 用这些宝石做成了149件珠宝首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珠宝首饰和咱慈禧时代的首饰收藏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就拿工艺来说啊，一个通过精妙的切割方式让宝石更加璀璨，而另一个则是用精细的雕刻工艺去模拟自然中的花鸟虫鱼。一个崇拜珍贵的宝石，而另一个崇拜吉祥的图案。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都是风格迥异，唯一的共性就是他们都追求宝石的量多个大。如果说印度大军的珠宝审美顶多能算是东西方的交汇点，不能代表西方的话，那我想到了一个人，他的珠宝品味绝对有代表性——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的珠宝收藏有多大？我们把英国皇室身上戴的珠宝都数一数就知道了。比如1964年，伊丽莎白王后，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戴过的一顶总计245克拉、由1886颗钻石组成的蜂巢型钻石王冠，在一次国会活动上出现在查尔斯王子的妻子卡米拉头上。还有一款红宝石项链，是1951年伊丽莎白女王当她还是伊丽莎白公主时，参加加拿大国事访问时戴的一款由18克红宝石和近100克拉钻石组成的项链。2017年被凯特王妃戴在脖子上，去出席白金汉宫的皇室晚宴。还有最著名的一款Eugenie公主结婚时戴的祖母绿钻石王冠，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那儿借的。这款王冠是由无数玫瑰形切割的钻石环绕几颗祖母绿制成的，其中中间最大的那颗祖母绿重达93.7克拉。等我回家问问我妈还有啥暖着没给我的，谁家还没个传家宝呢？ Oh, really? 我查了一下这几款皇室珠宝，居然也是1920年代找 Boucheron 定制的。Boucheron 这业务范围可真够广的，这之前他还服务过包括俄国沙皇尼古拉斯2世在内的3代俄国皇室，看来应该是掌握了皇室密码。那么你看，20世纪初的西方皇室珠宝钟爱红蓝宝石、祖母绿这些珍贵的彩色宝石，而清朝的皇室珠宝则更偏爱像翡翠、碧玺、白玉这样的传统玉石。西方的色彩组合更多的来自于钻石和彩宝的颜色，而清朝除了一些特色玉石和彩宝的颜色外，还会用点翠工艺，也就是一种将珍稀的翠鸟羽毛一片片粘贴在底托上的工艺，来提供一种蓝绿色的背景。当然，这种残忍的做法现在已经明令禁止了，而且翠鸟这种鸟类也已经濒临灭绝了。另外，西方当时的审美更偏几何和抽象，而清朝的审美则是繁复而具象的。
可以说当时的东西方皇室珠宝都美得无与伦比，惊世骇俗。天哪，我真是膨胀了，居然对比起皇室珠宝来了。看到这里，好希望未来能有人能把我们东方皇室珠宝的美学转变成日常可佩戴的珠宝品牌。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西方珠宝品牌还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成功的经验的。就拿我刚才提到的东西方皇室通吃的 Boucheron 来说，这个品牌100多年间香火不断，主要就是因为它很敢于在传统之上去做创新，一点没有作为皇室珠宝商的偶像包袱。比如他把当年为印度帮主做的那些传奇珠宝调换了一下祖母绿和钻石的比例，做成了新系列，立马让它显得更现代更摩登。或者干脆不用任何颜色，用钻石、白金、珍珠、母贝这些不同光泽的材质做出50度白，这可以说是高级珠宝中非常大胆的做法了。除了这种向历史致敬的系列以外， Boucheron 还设计了一些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佩戴的纯现代的款式，但里面都会融入一些品牌标志性的传统元素。比如现在爆火的 Gate 系列 ，Gate 在法语里是4的意思，代表了4圈圆环，也代表了4种 Boucheron 最爱的建筑元素，还代表了他们的历史古迹宝树龙之家中的4种颜色。在这么简洁的设计中，包裹了传统的内涵，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传承了。另外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问号项链，这款项链有一种叶子落在香肩上的柔软感，也使得它非常好搭配，恨不得配一件简单的衬衫就能参加晚宴了，轻松解决我们重要场合不知道该穿什么的烦恼。那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看起来非常现代的设计，其实是源自1889年Boucheron在世博会上获得大奖的经典问号项链。我觉得这也是珠宝有意思的地方，时间和空间能在一个绝妙的珠宝设计中融合起来，而跨越时间的传承也正是珠宝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好啦，其实这期内容不是一个完整的珠宝史，而是一个从我自己个人兴趣出发的小研究。只可惜我只会做视频，不会做珠宝。未来如果有设计师想做一个把中国传统珠宝审美传承下去的珠宝品牌，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可以免费提供试戴哦。好啦，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